很少有人能在股市里待上半个世纪，还能睡得安稳。竹田和平做到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位被称为日本股票投资之神的老人，一生最大的生意其实是卖糖果。1933年，竹田和平出生在名古屋一个普通商人家庭。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型糖果工厂。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，物资匮乏，但孩子们对甜食的渴望从未改变。竹田和平从小就在工厂里帮忙，他看着父亲如何用有限的原料做出让人微笑的东西。这段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，让人快乐的生意才是好生意。20多岁时，竹田和平接手了家族的糖果事业。那个年代的日本正在经济起飞，所有人都想快速致富，股市里充满了投机的狂热。但竹田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炒股，而是把糖果厂做到极致。他研发出一种叫做蛋卷的点心，口感酥脆，价格亲民，迅速风靡日本。到1970年代，他的公司已经成为行业龙头，年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。就在糖果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竹田和平做了一个决定。他开始买股票，不是为了投机，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好公司就像好糖果，只要产品让人满意，顾客就会一直回来。他不看 K 线图，不研究技术指标，只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家公司做的东西10年后还会有人需要吗？1975年，竹田和平买入了第一支长期持有的股票，一家生产酱油的老字号企业。周围的人都笑他，酱油这种传统行业有什么前途？但竹田的逻辑很简单，日本人做饭离不开酱油，这个需求不会消失。他一拿就是20年，期间股价涨涨跌跌，他从未动摇。到1995年，这只股票给他带来了超过30倍的回报。真正让竹田和平声名鹊起的是他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布局。当时日本经济泡沫越吹越大，房地产和科技股被炒到天价，所有人都在追逐短期暴利，竹田却反其道而行。他专门挑那些被忽视的传统企业，食品、日用品、制药。他的理由听起来平淡无奇，人总要吃饭，总要生病，总要过日子，这些需求不会因为经济周期而消失。1989年，日本股市达到历史最高点，日经指数突破38000点。竹田和平没有卖出任何一只股票，但他停止了新的买入。他对记者说，当擦鞋的小孩都在跟你讨论股票的时候，市场已经疯了。1990年泡沫破裂，日经指数暴跌，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，竹田和平的持仓也大幅缩水，账面损失超过1/3。这时候考验来了，所有人都在割肉离场，竹田和平却开始加仓。他买入了更多被恐慌抛售的优质公司，价格便宜的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有人问他不怕再跌吗？他笑着说，如果一家公司10年后还能赚钱，那现在的价格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场赌注最终为他赢得了巨额财富，也奠定了他在日本投资界的地位。到2000年代初期，竹田和平已经是日本股市的传奇人物。他同时持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，其中大部分持有时间超过10年，有些甚至长达30年。他的投资组合像一个日本经济的微缩模型，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几乎从不卖出。有人统计过，竹田和平一生中主动卖出的股票不超过10只。他的投资哲学简单到几乎让人觉得幼稚。第一只买自己能理解的公司，第二只买能让社会变好的公司，第三，买入后就忘掉股价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投资
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支持那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。这听起来像是富人的慈善宣言，但竹田是认真的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全球股市崩盘，75岁的竹田和平再次经历了账面资产的大幅缩水。这一次，他依然没有卖出任何一只股票，相反，他用手头的现金继续买入那些被过度抛售的公司。有记者采访他，问他难道不担心吗？竹田笑着说，我担心的不是股价下跌，而是这些好公司会不会因为危机倒闭。只要公司还在，股价迟早会回来。这种坚定的信念来自他对商业本质的理解。竹田和平一生都在经营糖果生意，他深知一家公司的价值不在于股价，而在于他能为顾客创造多少价值。他把这个道理用到了投资上，只要一家公司还在为顾客创造价值，那他就值得长期持有。这个逻辑如此简单，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了。竹田和平不是没有失败过，他也投资过一些最终倒闭的公司，也经历过判断失误的时刻，但他从不因为一次失败就改变策略。他相信，长期来看，好公司总会胜出。这种耐心和定力，在一个追求快速回报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，却恰恰是他成功的关键。2016年，竹田和平去世，享年83岁。他留下的不仅是巨额财富，更是一种几乎被遗忘的投资智慧。在他去世后，人们整理他的持仓记录时发现，他持有时间最长的一只股票，从买入到去世，整整跨越了41年。这只股票的公司叫做龟甲万，一家生产酱油的企业。有人计算过，如果把竹田和平的所有投资拿出来做年化回报率分析，其实并不算惊人，大概在年化 12% 左右。但关键在于，这个回报率持续了50年，从未中断。复利的力量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这50年里，从未因为市场波动而失眠，从未因为股价下跌而焦虑。竹田和平的故事里，有一个细节很少被提及，他每年会拿出投资收益的一部分，回到名古屋的工厂，亲自参与新产品的研发。他说，做糖果和做投资是一样的，都是要做让人快乐的事情。这个细节揭示了他投资哲学的核心。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赌博或者投机，而是在支持那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。今天的市场比竹田和平生活的年代更加复杂，信息更多，诱惑更大，波动更剧烈。但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。在一个人人都想一夜暴富的时代，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好的投资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只需要常识、耐心和对商业本质的理解。竹田和平走了，但他留下的问题依然悬在那里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像他一样相信那些简单的道理，并且坚持50年？